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看一下，我现在在一个悬崖上面，对面就是一个绝壁，可以看到明显是很光滑的，大概有500-600米高，人是不可能爬得上去的。但是在这个绝壁上面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说的悬棺。看资料说，那些悬棺就是在这个悬崖的中间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绝壁人都爬不上去，这个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？而且不止一具啊，有好多。我们现在去看一看，到底是谁把悬棺放在这个绝壁上面？其实想一想，古代那些人真的厉害啊！我们现在，你说设备技术这么发达，想放一个东西在上面都非常难。那在几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，在这样绝壁上面能够放东西，了不起啊！悬棺就在这个绝壁的半山腰上面，悬棺就在前方那个洞那里。我们拉近一点看一下，很明显吧？那些悬棺保存在那里。悬棺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，主要是集中在南方的大山当中，像云贵川、重庆、湖南都有。你像在重庆乌溪那边也是在绝壁上面有一些悬棺，比较知名的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就是江西的龙虎山，还有四川宜宾的那个悬棺。宜宾那个叫博人悬棺，那个是国内最大的悬棺群。其实悬棺分了好多种，有那个放在洞穴里面的，就像眼前这些，还有一些悬棺呢是在绝壁上钉一些木条子，就是凸出来的，像栈道一样，把悬棺放在上面。悬棺最让人奇特的就是这个是怎么放上去的，不管是放在洞穴里面，还是说放在那个像栈道一样安放在上面，都是比较难的。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下面底部到这个悬棺的位置大概也有200-300米的距离。那么在古时候如何把它放上去呢？我们看了一下龙虎山的那个悬棺表演，那个就是相当于是那种滑轮一样的，就是通过吊上去的。但是这种考证呢，也有一点很多人不认同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悬棺是谁，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怎么放上去的。这里的悬棺按考证大概是有500年，也是属于博人的那个悬棺。博人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啊，这个是在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。他按照资料记载，在春秋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民族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民族在2500年前就有了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他这种少数民族呢，在很早的时候，由于繁殖，那么可能就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相当于国家一样的，因为在古代很多时候，特别是西南这边，经常会有各种小国家诞生嘛，他这个博人也不例外。他主要生活是在四川还有云南这一带，就是集中在这个大山地区，特别是宜宾有很多。当时他们建立的国家就在宜宾那一带。那当时到了宋朝的时候，他们博人就有一个领袖，相当于起义，但是最终被宋朝我们说镇压下去了，就是招安了，纳入到北宋的统辖。然后后面到了明朝万历年间，他这里的博人又有人起义反抗那个明朝。那个明朝大家都知道，他这个国家这个王朝是很强硬的，不称臣、不纳贡、不和亲。他对外呢一直都是以强硬的状态。那你相当于王朝有人起义，他肯定是要镇压的，所以他们就派兵，大概是10几万，就来镇压这个博人起义。结果呢，博人就失败了。那失败之后，这个民族好像就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突然就消失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博人这个民族怎么起源的，怎么消失的，都是一个谜。从那个时候，博人这个民族就没有了。他可能有后人存在，但是就没有说这只是博人。为什么？在当时明朝他
打压的时候，你起义之后肯定要算账嘛，所以他们在起义失败之前，可能就把一些后代就分散到各地，就隐姓埋名，就把名字改了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些悬棺按考证就是他们那些伯伦安葬在这里。那最多的就是四川宜宾的那个伯伦，宜宾那里不光是一块有好多地方都有那个伯伦的悬棺。有些是已经成了景区，就供大家参观的；有些可能，还在开发当中。那么，其实这个悬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里经过500-600年还保存完整。那么，在很多地方的悬棺有几千年还保存完整，那就是跟它这个材料有关。一般用的都是属于楠木，它呢就耐腐耐寒，就等等，就材质比较好。所以说很多皇帝用的大殿建造的陵墓、建造的棺椁都采用了大量的金丝楠木。我们可以看到悬棺有这些，是不是所有的伯伦都能够采用悬棺的形式呢？错了，一般悬棺都是属于贵族用的，不管是伯伦还是其他大家族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用悬棺，他都是身份比较高贵的，因为成本比较高。哪几个成本？第一就是他用的材料，这个首先就比较贵重，他要把悬棺放到这个绝壁上面，就需要很大的财力物力才能把它放上去，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能把悬棺放上去。那从古至今，我们都说悬棺放上去有哪几种方式呢？一种就是说水位法，还有一种就是说滑轮法，还有一种是吊装法。那么水位法就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悬棺可能离下面绝壁可能有几百米，但是在古代可能这里的水位比较大，特别是碰到涨水的时候，离那个悬棺的位置呢可能比较近，因为毕竟几百年乃至上千年，这个河流的水位会随时变化，所以他们就通过涨水的时候把悬棺放到那个洞穴里面去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就是说吊装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能人先爬到顶部，就跟我们清洗玻璃一样的，从上面放绳下来，然后人呢好几个人通过上面把那个悬棺就是棺材慢慢的滑下来，放到这个洞穴里面。第三种就是滑轮法，就是相当于在龙虎山有一个表演，就是通过在上面先到了上面固定，然后通过滑轮慢慢的吊装上来，这是一种滑轮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大家如果用个水井就知道，摇上来，井水嘛，然后你桶呢通过慢慢的往反方向，桶就下去了，往顺方向摇，桶就上来了。它这里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大家猜想一下，这几种方法哪一种比较真实？像那种吊装的基本不现实，因为一个棺材有几百公斤，你先要搬到这个绝壁上面，然后在绝壁上面人慢慢的把它弄下来，这个不太现实。那么用滑轮的话有可能，但是这个也没有完全的确定，因为毕竟生产力来讲的话，中原王朝是比较发达，而这个少数民族有没有掌握那种滑轮，这个不一定。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水位法，这个50%吧，因为毕竟古代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我们不清楚，所以这个悬棺放上去一直都是个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悬棺放上去确实是了不起，也就是说是大家族才能放的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洞穴里面大概是有7具悬棺，那么就代表了一个家族，基本上是家里的长辈或者威望很高的人才能安葬在悬棺。那么伯伦为什么会采用悬棺的方式呢？这个跟一个传说有关，就是我们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有个诸葛亮，他要平定西南，七擒孟获，那中间呢他来攻打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宜宾云南这一带碰到一个伯伦的少数民族阻挡，因为这个民族存在很长嘛，在春秋战国就有。那当时诸葛亮呢就想着息事宁人，就不要动刀兵，他就跟伯伦说你看看你们现在这里属于干旱，那干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你们的祖坟没有葬好，
你们要把祖坟葬在悬崖上面，那这样呢，干旱就会解决。那当时伯仁一听，他也知道诸葛亮是一个学识很大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国家的丞相，那他说的东西呢，可能没错，他就按照诸葛亮的来，把他们祖坟，就是那些全部迁移到这个悬崖上面，就变成悬棺。哎，结果真的干旱就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就挺好的，那就把这种传承一直留下来了。当然这是传说，不知道真假。但是也有一种说法，这个悬棺上不露天，下不着地，也是不太好的，所以各有各的说法。那么大家看了这些悬棺，觉得它是怎么放上去的呢？它是为什么会采用悬棺的呢？